欢迎朋友们啊！大家上午好，我们开始下午的直播了啊！欢迎公主。开始之前啊，今天我们还是一个新的构图，新的作品。今天我们这个构图也是在这个数数里边常用的构图，但是我们这个作品里边用的比较少啊，用的比较少。但是在这个以前古代的这个南宋的时候用的比较多，就是我们这种对角构图。对角构图，你看啊，就是我们左下角和右上角，形成一个对角关系。就是说它不是个我们常见的那种整幅的那种作品，对不对？局部的，你看啊，都是局部对称的，左下角、右上角，这叫对角构图。我们也是先起一个小的草稿，小的草稿，然后我们放大成4尺整张，以这个为基础啊，放大成4尺整张。画之前把笔洗干净，笔尖调墨，对不对？我们每次讲啊，开始画之前，先要掌握什么？先要掌握调墨的方法。先调，对吧？先掌握调墨的方法。把笔洗干净以后，蘸清水，笔尖调墨。笔尖调墨，先由近景的，对吧？近景的山石开始。近景的山石开始。我们前面的山石啊，不是说那种大的石块，是不是？我们是稍微平缓一点的山石。稍微平缓一点的山石，先勾，对吧？先把轮廓线勾出来，对吧？先把左下角轮廓线勾出来。看啊，这是什么？常用的披麻，是不是？常用的披麻，先把轮廓勾出来。由前向后，由前向后，由浓到淡，对不对？它也有一个浓淡的变化。由浓到淡，对不对？先把近景的这块山石画出来。先把近景的山石画出来，把它的轮廓还有它的内部结构先画出来。画出来以后啊，画出来以后，我们先画什么？先把树木，看我们常讲，树是山之眉目，看啊，先把树处理出来。先勾什么？你看我们今天的这树，先把前面的树枝勾出来。先把前面的树枝勾出来。这是个明显的啊，分出树的前后关系。树的前后关系。穿插衔接，你看，注意这个啊，先把前面的树枝画出来，再画后面的树枝。把树枝的前后关系，画出来。先左边结构，我们常讲，对不对？先左后右，先把左边的结构画出来，你看，再画树的右边结构。这是树头，画出来。这是前面的啊，看前面的树枝
哎，树枝我们遮挡一下主干的部分，哎，把主干的部分遮挡一下，哎，遮挡一下。再交代一下我们后面的树枝，你看前面树枝有了以后啊，后面的树枝交代一下，然后左面把右边的树枝啊，哎，稍长一点，对不对？哎，让它稍长一点，哎，稍长一点。看啊，画完以后，树枝的前后左右的这个空间关系我们交代好了以后啊，还是前面什么以点叶为主，对不对？还是以点叶为主，介字点，你看，哎，介字点，哎，笔尖中锋，对不对？哎，笔尖中锋去画，去点我们的树叶，哎，去点我们的树叶，你看。由浓到淡，是不是？哎，由浓到淡的变化，哎，由浓到淡的变化。画完以后啊，看我们由浓到淡，这是一笔啊，这是我们的一笔墨，看一笔墨，由浓到淡，由深到浅，它的墨色变化。画完以后，再蘸清水，笔尖调墨，哎，笔尖调墨，看，然后再画前面的这个啊，先把前面的树枝突出来。凸出来以后，你看，我们先画前面的树叶，树头画完以后，画前面的树叶，看接着点，注意它的哎叶的组合，对不对？哎，得注意它的叶的组合，3、5一组，你看啊，对不对？哎，3个一组，5个一组，再组成一个大的组合，你看，这是个小的，对不对？小的组合，然后再组成一个大的，哎，组成个大的。先把我们前面，因为这个树枝来说，你看它是在主干的前面，对不对？哎，它是前面的一个叶子的这个叶子，然后你看，先把前面的叶子先画出来，对不对？哎，先把前面的叶子画出来，哎，注意它的墨的变化，哎，深浅变化，前面的叶子让它稍微的墨重一点，天实远虚，近实远虚，对不对？俺常讲近实远虚，近处的让它墨重，稍微的实一点，到后面哎调一点大墨，你看啊，到后面哎调一点大墨，哎，我们就是这个叶子也是靠什么呀？靠我们墨的浓淡，对不对？哎，靠墨的浓淡去表现我们树叶的前后空间关系。哎，这样去用墨去体现。哎，用墨体现前面的叶子是吧？让它重一点。哎，后面的叶子你看，哎哎，我们中国画是靠什么？靠墨啊，靠墨。哎，墨的深浅浓淡，对吧？去表现叶子的前后空间关系。你看下来，哎，你看啊，到下面也是根据什么？哎，根据树形的变化，哎，树头墨重，哎，靠近树干的地方，靠近树根的地方，哎，墨让它淡下来。叶子也是啊，有浓，对吧？由密到疏，
它也有个变化，哎，它有个变化。树头的地方叶子比较茂密，对不对？哎，比较茂密。到下边了，靠近树根的地方，小枝也少，叶子相对来说也比较少，是不是？哎，就是树头的地方让它，哎，叶子让它稍微密一点，哎，稍微密一点。嗯，哎，完成以后，这前面啊，前面一棵树，看后面我们画一棵什么啊？这就是我们常讲的杂树，对吧？杂树的画法就是各种点叶树，对吧？它不是一种树种，代表的是就是说不上来的各种杂树的这个表现手法。那到后面，我们画一棵松树啊，松树它有特定的，一个是有特定的它这个松针的画法，我们在课里边也讲过，不同的松树有不同的松枝的这个处理方法。你看啊，先勾是吧？先把树头勾出来。在松针画这个松树的小树枝的时候，你看我们画前面这个小树枝的时候，你看也是鹿角枝。当我们画松树的时候，它是也是一种鹿角的画法，但它出枝的用笔稍微不同。哎，过来，你看啊，这树头部分，哎，勾下来，它的小树枝来说啊，让它画的要有劲一点，就是说有力一点，用笔稍微干一点，稍微干一点。哎，过来，看啊，看怎么去画。哎，注意啊，过来，你看啊，松枝呢，它也是前后关系，你看，对不对？我们闪开前面树枝的这空间，哎，你看，哎，闪开前面树枝的空间，然后树干下来，哎，画松树，你看啊，注意它画松树的时候，用笔呢，你看画树干，稍微的干一点，哎，稍微干一点。画完以后，啊，把树干的，哎，主干画完以后，你看小松枝、小的树枝，它的交叉，你看小树枝的交叉，哎，用笔呢稍微干一点，小枝画的稍微粗一点，不要说画的太细啊，不要太细，哎，稍微粗一点，哎，先把小这个树枝画出来，树干，你看啊，松树的树干以什么？以这个鱼鳞状为主，以鱼鳞状为主，用圆形，对不对？哎，圆形的鱼鳞状为主，哎，画那种鱼鳞状的村。你看松树来说，我们画松树来说，它的树干的皴法和我们杂树也不同，对不对？哎，松枝的画法也不同。哎，根据我们画面的松树的不同品种，哎，我们去处理它松针的关系，松枝的形状啊，处理松枝的形状。你看，这一画，我们画什么呀？哎，画那种扇形的啊，扇形的松针。你看，先中间啊，画松针的时候注意什么？先中间后两边。哎，先中间后两边，注意它的松树的排列方法，松针的排列方法。你看啊，画的时候注意它的规律，
先中间后两边，哎，先中间勾出中间的松针，然后再勾两边，对吧？你看，还注意什么？哎，注意它松针的组合也是啊，和我们前面点页数一样啊，3、5成组，哎，3、5成组，看对不对？你看勾的是啊，先中间，哎，先中间勾两笔，然后再勾左右两笔，就形成一个，哎，一个松针。你看，1、2、3、4、5，对吧？先中间勾出来以后，再勾两边，哎，再组合到一起，哎，组合到一起。这是我们这个传统松树的松针的一种钩法。它也是一种，对不对？它也是一种。还有我们常见的还有什么？哎，一个是扇形的松针，还有一种圆形的，对吧？哎，叫车轮，哎，车轮形的，它这个松针呢是，哎，勾出来是个圆形的组合，它的松针。还有什么？还有一种马尾松，就是说和马尾的形状一样啊，那种松针的形状。哎，这是常见的一种哎扇形松针的钩法。哎，看啊，勾出来也是啊，你看3个一组，5个一组。先单独的，你看我勾的时候，中间勾两笔，看松针的钩法。哎，中间勾，先勾中间后两边，你就记住这个啊，先中间扣两边，然后我们再组合在一起。哎，再组合一起。下来，看。哎，这是相对来说啊，这松树来说，哎，比较简单一点的松树的这种画法。比如后边我们要画迎客松，对不对？它也是这种圆，就是半圆形、扇形的，哎，就是松针，迎客松。勾两笔，看啊，先中间，后两边，看中间勾两笔，左右勾两笔，哎，就是一个完整的松枝的形状。看，来看一下啊，我再做一个，你看，先中间，对不对？然后两边，哎，这就是一个完整的松叶。然后把它再组合在一起，对不对？哎，3个、5个，再把它组在一起，哎，再把它组在一起。看，这就是松树的啊，松树的画法。画完以后，后面，看，穿插一个点叶的，哎，小红树，你看啊，点叶的小红树。相对来说啊，前面这2棵树，哎，我们画的比较复杂，是不是？哎，画的比较复杂。到后面，哎，因为是之前近景的树木，到后面，哎，稍微简单一点，用稍微淡一点的墨，哎，去处理后面的树，把它前后的关系，哎，前后的树丛的前后关系，哎，我们用墨，浓淡墨，哎，去把它表现出来。哎，浓淡墨把它表现出来。哎，到后边你看后边的小树，简单一点，哎，就用这个横点儿，对吧？稍微小一点的横点，我们去画后面的小树，
大墨，哎，要用大墨啊，到后面不要用中墨，大墨去画，哎，大墨去画，近景的树木，加一点苔点，松树啊，看，尤其我们画松树的时候，注意，画完以后用稍微重一点的墨，哎，去点一些苔点，点一些苔点，就是树上的这个时间久了以后的松树长的一些苔。哎，树完成以后，我们接着啊，看下边的山石的皴法，披麻皴，披麻皴的时候，是不是要根据什么？根据我们这个轮廓线的方向，还有它的结构，是不是去皴啊？你看我们的那个轮廓线是不是向右下？所以说我们皴的时候由左向右，对不对？方向一定要同方向。哎，一定要同方向。你看，向右下去皴。我们勾的轮廓线、勾的结构线，是不是也是由左向右下勾的？所以说，皴的时候也要和轮廓线、结构线的同方向去皴。看，披麻皴，注意它皴的长短变化，它的线的长短变化。哎，不要怎么样？不要排线啊，对吧？不要排线，就是说勾的这个线特别整齐，对吧？相同的墨，相同的线条粗细，对吧？相同的长短，哎，切记这个啊，不要排线，要有长短粗细的变化。你看，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哎，我们这个皴有长有短，有粗有细，要注意这个变化。勾完以后，你看啊，向后山石结构去延伸，嗯，注意我们树的树干啊，树根的位置闪开。是不是？你看啊，对不对？我们皴的时候，对吧？它线的长短有长短变化、粗细变化都要有。哎，不要排线，就是说画的线条长短一样，粗细一样，对不对？看的特别特别整齐。哎，到后面你看啊，后面是大墨，再过来，你看啊，画完以后，过来一个结构。哎，过来一个结构，看也是啊，我们这个结构线，这轮廓线是不是也是啊？由上向右下去走的，所以皴的时候，看皴的时候也是啊，按我们这个轮廓线的同方向去皴，哎，皴在我们结构线的后面，你看，对不对？哎，结构线的后面，哎，注意啊，我们勾山石的轮廓线和结构线这个方向勾好以后，我们皴的时候不要乱，要沿着我们这个同方向去皴，对不对？去加皴，去皴它的这个明暗结构。平台，看啊，我们下边画个平台，先画由前向后这个结构去处理。你看，哎，由前向后去处理这结构。先把前面的结构画出来，哎，勾出来，对不对？哎，勾出来以后啊，你看，然后画这个横断面、侧锋，对不对？侧锋皴出来，哎，侧锋皴出来。
哎，今天画一个这个也是啊，那我们画一个和原来前2天不同的一个小亭子。先画什么？先画亭子的顶部结构。你看啊，哎，先画亭子的顶部结构。哎，过来，你看，哎，先把亭子顶部结构画出来。哎，画完以后啊，哎，画上以后把顶部结构画出来，下边它的亭柱，你看，哎，先把前面3个啊，哎，先把前面3个柱子画出来，是不是？哎，先把前面柱子画出来，然后再画后面的啊。后面的时候是在哪儿？是在前面左边和中间的柱子，对不对？在这个柱子中间是偏后面的，这个位置一定要画对啊。你看，它透视关系是这样的。哎，所以画的时候，你看画在它2个柱子中间，然后呢，这个柱子的，对不对？它要比前面这3个要短啊，不要长，长的话透视就不对了啊。前面这3个，这是相对来说比较长的一个，这2个是相等的，然后后边是比较短的一个，哎，这个透视关系一定要这个要记清啊。然后这个下边是一个比较复杂一点的结构，你看，哎，稍微复杂一点的结构。哎，这是一种亭子的画法。哎，根据我们画面的需要是吧？不同的画面需要不同的这个亭子的结构、形状，是不是？哎，我们要掌握不同的画法。哎，掌握不同的画法。你看啊，然后这个结构过来，这平台，你看啊，透过来，看这就是平台啊，这是我们平台。哎，水珠的小碎石，哎，靠近平台的小碎石，看，对不对？哎，这是一种，哎，这是一种不同的亭子的画法啊。哎，向后再画一组，哎，画一组山石，透过来也是啊。画这个山石就是什么？哎，用淡墨去画，哎，淡墨去画一下，对不对？透过来，看，这是我们左下角的啊，近景的一个，对吧？近景的部分，先画出来。再画就是我们啊，左下角和右上角它相对的啊这种构图，它也是一种这个边角构图也叫啊，像我们常讲的边角构图，不是说我们讲的啊近景、中景、远景常用的3段式构图，它是一种对角构图。哎，过来先画一个哎山石的横断，你看，哎现实的横断面，这就是我们这个后边小山峰的啊小山峰的中心，哎，以这个为中心，你看啊，我们向后延伸它的山势结构，对吧？小山峰的山势结构，哎，过来，哎，先把什么呀？哎，先把它的山势的外轮廓勾出来，你看啊，哎，先把山势的外轮廓勾出来，哎，勾出来以后，我们再皴啊，
先把它山势结构勾出来。它是个侧面的，对不对？哎，侧面的一个山峰，小山峰。哎，侧面的小山峰。过来，看啊，我们左边稍微的让它墨稍微重一点。你看啊，为什么？哎，我们常讲水口的地方是不是？哎，水口的地方稍微的墨让它重一点，哎，稍微让它重一点。向上，哎，向上的结构，哎，小山峰，对不对？哎，小的山峰。勾完以后，你看啊，把我们的轮廓结构，哎，勾完以后，看我们怎么去皴啊。前面的近景的山势，我们以斧劈这个短披麻，对吧？长披麻、短披麻为主。你看啊，把我们后边也是，你看变一下，用什么？哎，用那种小斧劈，你看结合在一起的啊，对不对？斧劈和小披麻结合在一起，你看这个结构，前面那个结构，哎，是个横断面的山势结构，哎，我们就用什么？哎，用小斧劈，是不是？哎，用小斧劈。到后面，你看到后面的结构以后，哎，这就这短的披麻，哎，根据我们山石的结构，去处理，用不同的皴去表现山石的结构。你看到后面，你看这个结构就是披麻，对不对？你看，沿着山石的结构，左右加披麻，是不是？哎，左右加披麻，到下边的结构小斧劈，你看，哎，小斧劈去加，向下侧锋，你看对不对？哎，不同的山石结构，我们要根据不同的山石结构，用不同的皴法去表现山石，哎，去表现山石。哎，到下边，你看，到下面靠近水面的地方，这是水口，对不对？我们留水口的地方，哎，墨色稍微重一点。到下面也是，你看都是斧劈皴，哎，斧劈皴向下，你看，哎，向下去皴出来。再画，你看啊，再画我们左边的结构，由前向后，对吧？先画前面小的石块结构，画出来。哎，勾完以后，轮廓结构勾完以后，左右看，哎，左右去加皴，是不是？哎，左右去加皴。它这一块山石就是什么？哎，就是我们就是说，这是个横断面的山石结构，就是山峰，对不对？哎，横断面的一个山峰。后面看我们左边，这是个稍微缓一点的小山坡，它是组合在一起啊，哎，组合在一起。哎，先画，对吧？
先把这个山的外轮廓勾出来，哎，外轮廓勾出来，向上，看，勾出来，哎，这是它整个小山峰的轮廓结构，小山峰的整体的轮廓结构。看皴的时候，对吧？由前面开始向后，根据我们的结构去加皴。加皴的时候，你看左右，看左右去加，左右去加，也是啊，加在我们结构线的后面，对不对？加在结构线的后面，左右去加。我们勾轮廓线是不是？你看勾轮廓线，向左，向右，所以你加皴的时候，你看先左后右，是不是？同方向去加皴，要看我们轮廓线的用笔的方向，我们去加皴的方向，对不对？不要你看，你比如果你向左的时候，你向右去加皴，对不对？这就是相反的方向。一定要把这个皴的方向要这个掌握住，就是根据我们轮廓线勾的皴，就是轮廓线结构线勾的方向。你看啊，我们这是向右的，对不对？向右下，这是向左下。所以说你皴的时候，根据轮廓线的方向，你去加，对不对？这是个小的啊，小的山峰。过来，把我们水口留出来，看，对不对？把这个水口留出来。然后留出水口了以后，先画什么呀？先把我们水口的这个小的碎石，把小的碎石先勾出来。你看，先勾出来。根据我们瀑布的，对吧？左右转折，根据两边山石的左右转折，去勾中间水流的方向。你看，对不对？这是向这儿，凸出来一块儿，我们就根据这个两边山石的这个结构，去加水流的方向。你看，是不是到上面这个结构，它是向左边又凸出来一部分，然后我们就这个水流向左，是不是？根据两边山石我们流的水口的结构不同，处理里边水流的方向。你看，我们在里边也讲过啊，在基础课里边也讲过它这个1层、2层、3层，对吧？不同的瀑布，它的画法。你看啊，今天我们这个小瀑布是不是？它就是有3层，有3层。看，过来啊，先向左水流，对不对？然后依照这个两边山石的阻挡，对不对？向右，你看，要根据我们两边水口山石不同，处理水口的这个水流的方向，水流的方向。下来以后，对吧？也是，你看前面下边以后，
被下边这个山石阻挡以后，哎，产生不同的水流方向。哎，我们再去加这个，哎，加下边的结构，哎，下边结构。你看后边，你看小山峰的后边，哎，我们以什么？以小树丛，哎，小树丛为主。画后面的小树丛的时候，你看也是，我们也讲过啊，这个中景、远景的树林，对吧？小树林怎么去画？常讲远山无村，远树无枝，哎，就画它的一个主干，你看，哎，画个主干，哎，这个小树丛，你看啊，注意它树丛的高低错落的变化，哎，高低错落的变化。画完树干以后，点这个叶子也是，哎，以小横点为主，注意它墨的变化。你看啊，我们点的时候，哎，有树头的地方开始点横笔，对不对？把笔侧过来，笔锋卧倒，你看，笔锋卧倒，上面是浓的啊，哎，上面点这个远处的小树丛的时候，也是啊，它的墨的变化，哎，树头墨稍重一点，越向下，哎，越靠近下边的时候，让它淡下来。你看，哎，注意它啊，小树丛，哎，有高有低，错落有致。你不要画成那个齐的啊，不要画的，就是这个树丛一看就是特别齐、特别齐整的，对不对？哎，一定要追求它的变化。就是当我们看这个大自然的小树林，是不是它也有高有低的树，对不对？不是修剪过的，哎，一定要注意这个啊。嗯，也是点的时候，看把笔侧过来，哎，笔尖的地方，对吧？它是重墨，我们开始由上向下去点，随着笔中墨的变化，看，对不对？它就变成淡墨，哎，一定要注意墨的变化，点出来。小树丛，你看小树丛它有浓淡墨的变化，形成，对吧？形成一个前后的空间关系，哎，分出用墨，哎，分出树的前后，嗯，对不对？这树丛有高有低，对吧？点这个有机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哎，我们小树组合在一起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的这高低错落的变化，有高有低。墨呢有深有浅，哎，有深有浅。后边再来一个，再来一层，哎，点后边的时候，你看啊，哎，我们常用到这个点这个小树丛，所以说中景啊、远景啊是经常用到的。那我们点的时候，点后边的结构，注意什么呀？你看点到哎下面的时候和前面这个结构小树丛这个看点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注意它的淡墨去处理。你看，哎，淡墨去处理，哎，分出它的前后关系，靠我们什么？哎，靠我们墨的这种对比啊，对不对？哎，靠墨的这种对比去表现前后的树丛的前后关系，哎，前后关系是不是？你看，这就是说，哎，前面的树丛，后边的小树丛，对不对？哎，靠这个墨的这种对比，
深浅对比去体现。这个生宣啊，你看我们为什么要这个一直要用生宣？我们生宣一个是它浓淡墨的变化，还有墨色的变化，体现的比那个熟宣或这个半生熟要体现的要丰富，对不对？生宣体现的比较丰富，因为我们不是说单画这个传统的啊，我们课里边还有现代的，对吧？现代的各种风格的作品，传统的也有，现代的也有。我们是这个课是穿插的啊。你看前2天我们画的是以现代的为主，这2天这2天画的都是稍微偏一点传统的为主，就是让大家就是说开始有传统到现代都能涉及到，是这样的啊，都能涉及到。对，我们不是这个啊，我们就是专业的啊，专业是教大家这个喜欢国画的，喜欢山水画，比方喜欢花鸟画的，对不对？让大家有一个正确的学习的途径，对不对？正确的学习的途径，不走弯路。你看啊，我们在平台的地方，你看我们虽然画面啊，画面这个干嘛？我把这个所有的画面，你看都比较丰富。你看涉及到的题材，你看我们这幅作品里边，对吧？树的画法、山石的画法、平台的画法，对不对？还有亭子的画法，对不对？还有什么小船的画法？你看啊，我们画一个小的渔船，画的时候，你看啊，先画什么？先把船棚画出来，对不对？先把船棚画出来。你看船的结构，船棚过来，画的时候，画这个点景的，不管是我们亭子的也好，对吧？还有小船也好，我们笔的水分啊，笔里边的水分一定要什么？要稍微干一点，不要太湿。一定要控制它水分稍微干一点，不要太湿。这样我们的这个线的控制，对吧？控制要比我们湿的时候，比如湿的时候容易控制不好。有的同学就画这个线，有时候控制不好，水分太大，勾的这个点景的船啊，或者是这个小亭子啊，就会就是说阴出一部分来。你看啊，画出这个船棚的位置，船的结构，看画出来以后啊，再画什么呀？画上面的船板，铺上面的船板，铺上船板，铺上船板，下边船舷是不是？双勾一下船舷，船头稍微让它翘起来点翘起来点这种分出什么呀？分出船头和船尾，对不对？要分出船头和船尾，船头让它稍微翘起来一点，要分清船头船尾，然后船舱用大墨呢，稍微渲染一下，稍微渲染一下，然后我们画这种船只来说啊，是传统的那种船只，传统船只怎么勾这个上面的都是以围席，对吧？围席覆盖，你看勾的时候，你看可以勾一个竖线、斜线，对不对？以斜线交叉，你看，斜线交叉一下，勾出它的这个船棚以什么为席覆盖住，对不对？再画一个撑杆固定一下，你看是不是很简单？就把个船画出来，不用画的太复杂。然后你看啊，我们传统的，对吧？传统的这种山水来说，它有什么呀？它的水的表现水的时候，我们画现代是以倒影为主，画倒影。我们画传统的时候，它是不要画倒影，画什么？画这个水纹，
以横线为主的那种水纹。你看啊，中锋画的时候啊，画水纹的时候中锋为主。你看勾的时候让它自然的有一点变化，不要说尽量不要勾直线。你看啊，稍微的有一点变化就可以。注意什么呀？哎，注意它水纹的长短变化。哎，长短的变化，有长有短，是不是？哎，有长有短。哎，不要说，看画出来这是齐的，齐齐样样的，对不对？哎，不要画那样的。哎，有长有短。哎，有长的，有短的。哎，注意它线的这种长短变化。哎，线的长短变化。然后近景的地方，你看，用什么呀？用稍微浓一点的墨。看勾了水纹以后，用稍微浓一点的墨勾什么？哎，勾岸边的水草。你看啊，加一点水草。用什么？用重墨，对不对？哎，画这个水草的时候，墨稍微重一点。哎，稍微重一点。你看，哎，画成一组，对不对？它根据水纹的变化，你看这是不是？哎，这是横向的水纹，然后在这个水纹的结构上，哎，勾一些水草，是不是？哎，勾一些水草。勾水草的时候，它用墨呢稍微重一点，对不对？你看水纹，我们水纹就是哎一种稍微淡一点的墨去表现，画水草稍微重一点，哎，稍微重一点，哎，稍微重一点。然后注意画水草的时候，你看也不要，就说我们一直强调什么？哎，不要说，就说呃特别齐的那种，特别规律的那种，哎，不要那样啊。有长，你看我勾水草的时候，它的水草也是啊，有长有短，哎，有高有低，哎，这个变化是不是？哎，这个变化，哎，近处的，然后远处，你看到远处瀑布的下面，对不对？哎，瀑布的下面也是用淡墨，哎，勾一点水纹，你看啊，哎，勾一点水纹，哎，你看啊，到远处这个瀑布的下面，是不是？哎，水纹要短一些，墨色要比前面的要淡一点。哎，看大面的啊，我们传统里面也是啊，大面的留白，是不是？哎，大面的留白，留出这空间来，哎，留出空间来。哎，水的地方啊，看我们画水口，我们一直强调画水口的时候，因为我们水口的位置，对吧？长时间的被这个瀑布的水流侵蚀以后，它比较潮湿，所以让这地方的墨呢，哎，稍微的重一点，哎，稍微的重一点。我们可以在这个水口的地方稍加一点淡墨，哎，稍加一点淡墨，画我们这个瀑布，对不对？画小瀑布。
把小瀑布衬托出来，哎，衬托出来，稍微加一点，哎，稍微加一点，你看啊，加了以后是不是稍加一点淡墨，它的水流的位置，水流是不是哎更加明显？你看，哎，看稍微加一点，是不是？哎，它的水流是不是水口就比较明显？哎，我们这个国画里边也讲啊，知白守黑，你看，就是这个道理。哎，你把这个水流的位置，你看，哎，用墨，用稍微浓一点的墨拖出来，哎，拖出来，看到，哎，把它拖出来。你看两边的山石按下去以后，对不对？按下去以后，我们水流的，哎，是水流的位置更明显，哎，水流的位置更明显。哎，就把这个瀑布拖出来，是不是？哎，用两边山石的墨色，哎，把我们水流拖出来。哎，可以加一点，你看啊，小碎石，对吧？瀑布的小碎石，也可以加一点淡墨，是不是？哎，稍加一点淡墨，哎，稍渲染一下，加深一下我们水流的层次、明暗结构。你看，明暗结构，再加一点。然后就是山石上面的啊，小的树，哎，可以加一些小的树木。哎，加的时候，看和我们左边这个小树林的，是吧？小树丛，哎，一样的树形，对不对？哎，一样的树形，稍加一点。哎，靠近水的地方，哎，稍加一点。也是，你看我们到这个山里边去看的时候，你看靠近水的地方，它的什么？哎，它的植被比较茂密，是不是？哎，越靠近水的地方，它的植被比较茂密，各种灌木、小树，对不对？在这个水口的地方，看画一组树或者画一棵两棵，对吧？都需要注意什么？你看，注意它墨的这种层次变化，对不对？树头重，看越靠近树根的地方，哎，墨一淡。哎，这是啊，远山，哎，水口的地方稍加一点，哎，稍加一点，再上个颜色。上色之前我们介绍啊，你看，哦，可以，要不今天我们上个显降的，我看扣一的比较多，看啊，浅降的着色，哎，浅降的着色以什么为主啊？大家记一下，浅降以赭石、藤黄、花青这三个颜色哎为主，是这样的啊，这三个颜色为主，然后辅以什么颜色呀？偶尔用一点朱标，别的颜色不用，哎，别的颜色很少啊。那就是准备什么？赭石、藤黄、花青，哎，准备这三个颜色，以这三个颜色为主啊。这是我们浅降的需要的颜色。
哎，还是啊，浅酱也是先上什么颜色？哎，先上赭石，对对，赭石、藤黄、花青。哎，这个浅酱我们以这3个颜色为主。赭石，先上赭石啊，我们还是先上赭石，赭石加一点藤黄，你看啊，赭石加一点藤黄，哎，加点藤黄以后，稍加一点淡墨，你看啊，稍加一点淡墨，来一点，稍加一点，让赭石发一点什么呀？哎，赭墨色，看，稍加一点，它的赭石里边稍加一点淡墨。先染什么？哎，先染树干的地方，对不对？哎，先把树干染出来。哎，先染树干，下来看啊。哎，先把树干染赭石，注意它树干的颜色。哎，因为现在我们调的颜色怎么了？哎，稍微重一点，不是浅酱的，浅酱就是看同学们刚才不是打的公屏了吗？哎，浅酱以赭石、藤黄、花青为主，哎，花青为主，这是浅酱的着色方法啊。小青里呢是以赭石、藤黄、花青，然后3绿3青，哎，这5个颜色就是我们底色赭石、藤黄、花青，对吧？是那样的啊。哎，赭石，哎，现在我们调的赭石稍微重一点的时候，哎，先上什么？先上树干的地方，哎，先上树干的地方，下来，你看，哎，先把树干染出来，树干染出来以后，看啊，亭子的地方，哎，它的亭子的亭柱的部分啊是赭石，是不是？哎，亭子的是赭石。船，对吧？小船啊，你看我们今天把小船赭石也是赭石的颜色，对不对？有的时候啊，我们把画面，比如画这个现代的山水来说，对不对？我们用这个是经常把水面是打湿的去染颜色，有时候这个小船的地方上不上颜色，你看就是赭石颜色，不用别的颜色啊。现在你看啊，赭石山石的地方，赭石上在你看啊，上在我们村的地方就是山石的暗部，对不对？哎，山石的暗部。山石的半部先上赭石，你看，这也是啊，这也是我们浅酱的一种方法，哎，浅酱的一种着色方法，它是有时候可以，你看这个浅酱的一种方法是把赭石上在山石的亮部，哎，一种方法是把赭石上在山石的暗部，嗯，对吧？哎，先上赭石，平台的地方，大家注意一下啊，平台的地方，看它这个横断面也是赭石，哎，上赭石，哎，我们颜色记住啊，大家颜色也是用完以后啊，不要一下调多少，稍调一点，对不对？随用随调，哎，随用随调，不用，你调色盘大小都可以啊，大小都可以，那个没有规定啊。看，可以用小一点的盘子调色也可以，大一点的盘子调色也可以啊，根据自己的这个，跟自己的需要，对不对？
你看啊，赭石，哎，近景的，哎，上完赭石以后，远山，哎，远山也是啊，你村的地方，看染的时候也是村的，我们什么笔法？我们着色的时候啊，还要用什么笔法去着色？哎，你看村的地方，对不对？哎，村的地方，我们上色的时候也用什么笔法去上色啊？你看一样的笔触，这样去着色。哎，山是村的地方上一点。哎，你看啊，村的地方加赭石，留出啊，哎，留出这个白的地方，对不对？哎，留着白的地方，我们要上花青。哎，上一点。看我们结构线，哎，你看我们的轮廓线，哎，用这个赭石复勾一下啊，哎，复勾一下。你看到左边啊，山峰的左边这个山峰到下面的时候，你看颜色，哎，要让它虚下来，对不对？要让它虚下来。这是我们这靠近水面的地方啊，这是云雾的地方，哎，把它留出来，颜色让它有过渡啊，有个深浅的过渡过来。哎，山远处的山峰，哎，用赭石把轮廓线，你看勾一下，哎，稍勾一下，哎，把点赭石，哎，盘子剩点赭石，我们画在树干上啊，加在树干的颜色上，哎，加在树干的颜色上，哎，再调花青，你看赭石完了以后啊，哎，赭石上完以后，花青。先调花青，调花青的时候啊，加清水，哎，稍加点清水，稍加点清水，哎，调好以后加一点淡墨，看花青里边稍加一点淡墨，对，这个赭石我们加了藤黄，然后稍加一点淡墨，稍加一点淡墨，你看，哎，花青里边是不是？哎，花青里边稍加一点，我们花青里边也要加一点淡墨，看，哎，稍加一点淡墨，调个墨青色。哎，现赭石，对吧？上完以后留白的地方，哎，山顶，你看啊，山石的顶部还有山峰的顶部，对不对？都是留白的地方。哎，稍加一点，你看，哎，稍加一点，哎，加在了山石的顶部，对不对？哎，加在山石顶部，让它和下边赭石，你看啊，哎，有一点过渡，对不对？哎，有一点过渡。哎，后面的山石顶部加一点，哎，加一点。看下边也是啊，要留出什么？哎，留出赭石来，不要说整个花青把这个山石的涂颜，哎，稍微留出赭石的颜色。
在山石的顶部上一点花青。山石的顶部上一点花青，让它和赭石稍来一点，稍来一点。水口的地方，你看啊，水口的地方花青，花青来一点。看它，让它，对不对？让它和赭石过渡一下，过渡两个颜色，稍微的过渡一点。水口染出来，看花青，顶部稍加一点啊，我们在山石的顶部稍加一点。过来，靠近水口的地方，对吧？靠近水口的地方，看两边山石，对吧？都要加花青，需要加花青。还是一个颜色，花青、淡墨，点叶的地方，点叶的上色，你看啊，上色也是根据我们画墨点的时候，我们点叶的时候，同样的笔法，我们去着色，是不是？同样的笔法，我们去着色，稍来一点。随着我们颜色的要有深浅变化，随着墨的变化，你看，要有深浅变化。下面墨重的地方，我们颜色稍微重一点啊，稍微重一点。看，染这个松针的时候，你看啊，染松针的时候，把颜色点在它松针的中间部分，中间部分，你看，点在中间部分，让它颜色自然的晕开，自然的晕开。花青处，花青的地方，闪开一点，不要加赭石打底啊，不要用赭石打底，这不我们不是上小青绿，对吧？我们上的是浅酱，你看啊，对不对？上浅酱，就是说，你下边，你上了赭石以后，亮部我们丢出花青的位置来，丢出花青的位置来，它是两个颜色，对不对？它是两个颜色，松针上花青，稍点一下，稍点一下，不要涂的太多颜色啊。为什么加藤黄？你看啊，我们赭石里边，你如果单纯的用赭石，它的颜色比较什么？比较红，太燥，就是说它颜色太燥。加了藤黄以后，它的颜色比较柔和，对不对？在画面上比较柔和。现在的赭石来说啊，都是那种，它不是纯的天然的，也都是那种化工的东西，说的颜色特别就是说特别燥，特别粗糙那种感觉。稍加一点藤黄以后，它的颜色变得比较柔和。可以试一下啊，大家就可以试一下。你可以用这个赭石单的赭石，不加别的颜色啊。你用单色的赭石，你画一幅啊，上一幅颜色，你对比一下，你就感觉两个颜色对画面不同。加了藤黄的，你上了赭石那个颜色，上头的颜色来说啊，就比较柔和。单纯的赭石画成画面以后，它不湿润。
可以，可以，你看啊，稍微印出来点没事啊，稍微印出来没事，不要让印出来太多，不要印出太多，稍微印出来的关系不大啊，关系不大的，也可以，浅见的也可以把山石上在亮部，你看啊，哎，我们昨天、前两天的课里边啊，哎，就有个浅见的，是什么？哎，亮部上的赭石，暗部上的华清，哎，这个是这样的。哎，我们今天这个呢是，哎，亮部上的这个华清，暗部上的赭石，浅见的两种着色的方法。哎，我们在课里边，哎，是两种着色的方法，一种是亮部赭石，暗部华清，一种是什么？哎，亮部华清，暗部赭石，这都是浅见的着色方法。哎，这都是浅见的着色方法。对，用的是尖毫，就是我们尖毫比那个大号的里边不是你看我们那个这个小黄车里边不是有大中小对吧？三个这个型号，我们勾山石用中号的用的比较多，山石树木都是用中号，然后点景呢用些小号。现在着色我用些大号的去着的啊，去上色。这是花青，花青调的淡墨，花青调的淡墨，这是调的这个墨青色。哎，我们叶子的地方用这个颜色。上面啊，平台，你看平台的地方，淡淡的花青，哎，淡淡的花青，画这平台的时候，你看啊，颜色要淡一点。衬湿，你看啊，衬湿用清水，哎，晕染开，晕染开，然后它的颜色变化，你看啊，哎，靠近树的地方颜色稍微重一点，到边缘的地方颜色稍微浅一点，哎，它有个过渡啊，它有过渡。小亭子，看啊，今天的小亭子不是赭石，花青，看，哎，我们小亭子今天啊，花青，哎，花青，瀑布的，看瀑布的颜色，花青加淡墨，哎，花青加淡墨，你看染什么呀？哎，要染山石里边的啊，不是染山石，染瀑布里边的小碎石，你看，哎，小碎石，留白的地方就是我们什么？哎，就是我们水的，对吧？就是水流的位置，哎，稍微染一点，你看染这个小碎石，对吧？瀑布里的小碎石，留白的地方就是我们水流的，哎，水流的位置，也就是水，留白的地方就是我们简单的就是啥？就是水的位置啊，水的位置。花青淡墨，哎，花青淡墨，水面你看啊，水面的水纹还是一个颜色啊，还是我们调的这个淡青，不是这个墨青色，哎，墨青色，去浮勾一下啊，浮勾一下我们这个水纹的地方，哎，水纹的地方，你看我们勾的墨线的地方，对不对？哎，用这个墨青色沿着我们勾的水纹的地方加一下颜色，哎，加一下颜色，哎，过来。
哎，这是水纹花青，哎，近景的，对不对？哎，近景的水纹也勾一下，哎，稍勾一下。哎，根据我们水纹的这个墨线啊去勾。哎，这是上色的一种啊，这种上色，我们今天上色不是平涂，是一种复勾的上色着色方法，对不对？哎，复勾的着色方法，整个颜色都是按我们的结构，对不对？村的结构、山石的结构去着色。远山还是这个墨青色啊，先挑个稍微浓一点的颜色，我们去画远山。哎，看，对吧？哎，用颜色画出远山，先画前面的，哎，一组山峰，哎，先画前面的一组山峰，过来，哎，下边淡下来，对不对？哎，你看啊，远山也是啊，上面的山峰稍微重一点颜色，哎，下边用清水蘸清水染出来，你看对不对？哎，染出来，哎，这是前面的山峰啊，前面的远山，哎，前面的远山稍微重一点，哎，颜色稍微重一点，然后加清水，哎，加清水，我们在颜色里边啊，加清水，加清水以后，哎，它的颜色是不是哎就会变浅？哎，加了清水以后，颜色变浅，哎，加清水，把颜色调的稍微淡一点，稍微淡一点。这个生宣，我们现在用的是生宣啊。对，你看啊，变脏的啊，一个是我们还是一个是我们墨的，可能是没有干啊。再一个就是我们上色的时候，注意它和墨的，哎，这种调和的时候，哎，注意什么呀？你看每次的时候，我调颜色的时候，你看啊，等一下，我把这远山画一下。调的时候，为什么颜色会发脏啊？调的时候，把你调了花青以后，加淡墨的时候，一定要把它两个颜色充分的融合在一起，哎，充分的融合在一起。不要说你上了那个花青，对吧？你就再去蘸淡墨，然后稍搅一下，你去，对吧？稍调一下，你去上色，一定要把两个颜色充分的融合在一起，把墨和这个花青啊，充分的融合在一起，充分融合在一起，然后我们才去着色，再去着色。不要说你上点花青，然后你就把这个淡墨放在里边，然后搅一下你去上色，它这个墨和花青没有充分的融合，两个让它们再充分的融合，哎，一定要让它充分的融合一下，我们才去上色。哎，这是后面的啊，后面的远山，笔尖笔尖调色，对不对？哎，一定要记住笔尖去调色，哎，笔尖调色，然后下边的都是这个淡色，对不对？哎，就是笔尖的稍微颜色重一点。它的颜色变化。哎，过来，看加清水，是不是？加清水颜色更淡啊，更淡一点。后面的远山，看，哎，我们用颜色，哎，处理远山的前后，是不是？哎，
处理远山的前后。哎，远处的小山，这个小树丛，还是这个颜色，哎，还是这个颜色。哎，顺着我们点这个树丛的笔法去加，你看，哎，稍加一点，哎，稍加一点，哎，看，稍加一点。加完以后，对不对？哎，到下面啊，加完以后用清水染一下，哎，清水染一下，看这前面的山峰啊，对不对？哎，前面的山峰，哎，看点色的时候，哎，到下边用清水，哎，染完以后，哎，清水晕染一下，是不是？哎，它晕染了以后，你看它的颜色，对吧？有深有浅，下边就是我们云雾的地方，是不是？很自然的形成了云雾的过渡，哎，云雾的过渡。清水，看啊，花青的地方啊，前面花青的地方稍加一点，哎，稍加一点。花青，下边调个啊，我们上一下平台的颜色。平台我们上了花青以后，对不对？哎，稍加一点儿，调花青，藤黄，是不是？哎，花青藤黄，调个浅绿色，调个浅绿色，加一点三绿，稍加一点三绿啊，稍来一点三绿。花青藤黄加一点三绿，看染这个平台的地方啊，平台注意不要上的太绿啊，不要上的太绿，稍微的有一点绿色就可以。所以说我们要花青为主，对不对？花青为主，局部稍微加一点别的颜色。哎，浅酱对不对？浅酱就是以赭石、藤黄、花青为主。哎，平台稍加一点，稍加点绿色。哎，稍加点绿色。哎，山顶的地方，对吧？石头的顶部，哎，石头顶部稍来一点。哎，整体上啊，还是以赭石、花青为主。哎，局部稍加一点。哎，局部稍加一点。哎，局部稍加一点这个绿色就可以。整体上，对不对？哎，整体上还是啊，赭石花青，对不对？哎，赭石花青。到后边你看啊，到后边可以调一点，还是这个赭石藤黄，你看，稍调一点，把我们前面的山石稍加一点，因为前面的山石墨重啊，是不是？哎，墨稍微重一点的地方，我们可以再加一点颜色，哎，稍加一点颜色。随着我们墨的变化，是不是？哎，墨重的地方颜色稍微重一点，墨浅的地方稍微颜色浅一点，哎，稍微变化一下，是不是？哎，稍加一点，哎，稍加一点颜色。小船儿，你看干了以后，是不是？哎，颜色稍微浅一点，可以再加一点，哎，稍加一点。远处的山峰，赭石，
稍微加一点赭石。这是我们需要调整的地方。比如说颜色够了，我喜欢再浅一点的颜色，对不对？你就浅的一点上。还有同学喜欢水墨的，水墨的你就在这个我们勾完墨的基础上，你就上淡墨就可以，不用上色，是不是？不用上色。也喜欢颜色稍微重一点的，你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去调点颜色，再加一下，对不对？再加一下。颜色不够的地方，我们可以加一点，稍加一点。注意，我们到山峰的左下角位置，对不对？左下角位置让它虚下来，我们就用清水，用清水加清水，把这颜色虚下来。我们今天也是干染的啊，没有这个我们画面没有打湿，用干染匀的方法把它虚下来，把颜色，对不对？用清水把它虚下来，看，需要我们，对吧？晕染的地方，用清水把它颜色过渡过来，把它颜色过渡过来。远处的山峰，对不对？用清水把它晕染一下，对不对？你看我们留白的地方，晕染了以后，对吧？它的颜色还会稍微的往这个上面过渡一下，稍微过渡一下。对，留白，留白的地方，就是我们染的时候自然的流出来的啊，不是我们刻意的留白。你染色的时候，你看我染的时候不是平涂，看到没有？我是随着我们村的这个笔触，我去上的颜色，是不是？你看我们村的地方，对吧？我们在村的地方是着色，是不是？是着色的地方，这是地方，没有村的地方，自然的流出白来，就是我们和我们村的用笔是一样的，村的用笔是一样的。点页的地方，你看啊，对不对？我们后边点页的地方，朱标，用一点朱标去点，点一点红点，来一点朱标，你看，少来一点，小的红点就可以。浅酱的啊，一般浅酱的画什么都代表什么？画这个秋天的时候，对不对？浅淡的秋天和冬天，这个颜色用的比较多，是不是？朱标，你看，稍点一点红叶儿，也表现秋天的那种，对吧？稍点一点，稍点一点红点。这是画浅酱来说啊，表现的季节，冬天、秋天。我们小青绿呢，就是什么？春天、夏天用的比较多。也时候画秋天也时候用到这个青绿，对吧？用到青绿的时候，但它那个青来说不是说那么亮，就稍微花青还是多一点，还是多一点。